然后他们就看空中两兄弟。叶空张开手臂，把他那小小的大哥紧紧抱住。他大声道：“大哥，我回来了！”说罢，还用脸对着自己大哥的头蹭啊蹭，惹得那小鸟人大喊大叫：“你快给我放手！再不放我踹你了，好吗？”叶空讪讪放了手，嘀咕道：“太久没见，大哥还是那么可爱，我没忍住嘛。”小山神本想给他几脚的，但这么多人面前也不好失了礼仪，就很给外人面子的，只踹了他一脚。看来叶空是没说谎的，他大哥果然强大，一脚直接让他脸贴地面，和泥土来了个亲密接触。小山神飞下来，按着叶空的头给各位行礼：“劳烦几位公子还送我弟弟回来，如有冒犯，请大家不要介意，尽量揍他。”魏无羡心道：“果然是亲哥，十分了解自己的弟弟是什么德行啊。这哥哥倒是挺有礼貌，两兄弟不太像啊。”叶空赶忙道：“大哥，你说啥呢？人家蓝仙师和魏仙师才不是那种人呢，人家可大度了。”一边又对着他们讪笑：“对吧，对吧？”小山神是极度了解他的，给了他的头一记，又极有礼貌的再道：“两位公子既救过我，现下又帮助了我弟弟，真是不知该如何答谢才好。”这两体型和性格十分迥异的兄弟，弄得三小辈十分想笑，却又不敢当面笑出来，在后面憋得辛苦。魏无羡摆摆手：“不必不必，我就想问一事。”他指了指自己和蓝忘机，继续道：“我们俩的记忆可是你弄没的？”小山神有些惊讶：“两位记忆还没有恢复吗？”终于找到元凶了。魏无羡刚想发作呢，叶空先嚷起来了：“哇塞，大哥，你干啥呢？人家两位好歹救过你，你干嘛捉弄人家？”就这句，魏无羡觉得叶空这家伙还有点良心。小山神赶忙解释道：“不是的，我是想送他们个礼物的。”他继续道：“我看二位心里对过去都有心结，时光倒流我是做不到，不过倒退记忆我还是能做到的，只是想让两位把心结解了。失忆到这个时候，是二位内心深处的想法呀。”魏无羡双手抱胸，靠着蓝忘机，问他：“那何解？”叶空也道：“大哥，你给他们解了吧，人家还帮我找回家的路呢，怎么的也得好好感谢人家。”叶空自是知道回忆是多么重要的东西，就像他对阿苏的回忆，即使阿苏已经不在了，也足够支持他继续走下去。这小山神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：“这个无解。”哈，无解？魏无羡刚才说两兄弟不太像的话，他收回。这两兄弟简直一模一样，不靠谱。无解的术是能随便用在人身上的吗？幸好蓝忘机搂着他，不然他都要冲上去是神了。小山神立刻解释道：“不是，应该说不能主动解，但是完成你们其中任何一方的心愿后，术自然就解了。”那我们的心愿是什么？这小山神又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：“这我怎么知道呢？”魏无羡在心里大骂了100遍，终是看着蓝忘机的脸没骂出声，因为他不忍心污染蓝忘机的耳朵。那意思是我们没办法恢复记忆了吗？小山神只得点头。魏无羡想打神，现在只想打神。叶空插嘴道：“两位仙师也别着急，慢慢来，万一哪天无意把心愿了了，记忆自然就回来了，不是？要不我们再送仙师们一些礼物赔礼道歉？”别！魏无羡立刻拒绝：“一次就够了啊，再来2次，我怕我们要退化回婴儿了。”虽然我不能主动把术给解了，但是我可以帮助两位找回记忆。说罢，小山神在空中画了几画，空中闪过几道金光，随后显现出一个锦囊。小山神将锦囊递给蓝忘机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二位切记只有两人单独相处时再打开，不然此法就不灵了。”蓝忘机接过，点了点头：“多谢。”魏无羡心道：“蓝家的教养还是太好，这种时候还能不骂人反道谢。”聊几句后，几人便告辞了，将时间留给刚团聚的两兄弟。魏无羡临行前看到笑得开心的叶空，脱口道：“叶空，回了家就别乱走了。”叶空有些意外的看过来，就见魏无羡神色有些落寞，他道：“既然还有家有亲人，你要珍惜。”魏仙师，谢谢你。这是魏无羡第一次听到叶空如此正经的道谢，便笑道：“以后也别做一些妨碍别人谈恋爱的事了，会被驴踢的。”说罢，随着蓝忘机一齐御剑走了。叶空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突然感觉有些寂寞，又问：“大哥，你真的没有办法解术吗？”“有。”“啊？”叶空惊道：“大哥，你怎的这样？那两位仙师人可好了，虽然有时有点凶吧，但对我也是照顾有加，你这样可不厚道啊。”他语气里充满了责怪。小山神无奈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我那是为了救你。”说罢，飞起在叶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，
听得夜空面色煞白，赶忙道：“谢大哥救命之恩，谢大哥救命之恩。”心道幸好大哥没有当面说清，不然他可有的受的。魏无羡心里十分低落，几人遇见回到彩衣镇，既然左右无事，魏无羡便想在彩衣镇再逛几圈。蓝忘机让蓝丝追蓝锦仪先回去报信，再别了精灵，随后陪着魏无羡吃了湘菜馆，提了天子笑，逛遍彩衣镇。傍晚时分才找了个客栈要了间房。刚刚关上房门，魏无羡便在背后抱住了蓝忘机，闷着头也不说话。蓝忘机陪着这么久，也没见他开心起来，知道他自是十分失落，便唤了声魏婴。蓝忘机是想安慰他的，却是嘴笨，不知如何表达。魏无羡低声道：“蓝湛，你都不难过吗？我们忘掉了我们之间的过去，有可能再也想不起了。”蓝忘机回身抱住他，轻抚他的背脊，他柔声道：“可惜，但不难过。如你之前所说，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创造新的回忆。”说罢亲了亲他的额头，又道：“只要你还在。”听得魏无羡有些意外，随后轻声笑起来：“蓝湛，你可真是长进了，竟然一次能说这么多个字，不错不错。”说罢，甩出几张符篆贴在门上，再贴近他的耳朵，轻咬他有些发烫的耳垂，低声道：“不知道韩光君那方面有没有长进啊？”几乎就是一瞬间，蓝忘机抱着他转了个身，将魏无羡死死地抵在门上，对着他的嘴狠狠地亲了下去。魏无羡被他弄得一下就浑身发软，双腿都要站不住，几乎就是坐在人腿上，任由蓝忘机对着他疯狂地索取。他们唇舌相交，撕咬好一阵，才恋恋不舍放过对方。牵出的银丝在空中断了线，滴落下来。魏无羡大口喘着气，蓝忘机知他被吻的呼吸都不畅，想让他歇一会，可魏无羡偏偏还坏，喘着道：“怎么了，韩光君？禁制我已经下了，这次没人能来打扰我们。”蓝忘机架起他就往床上扔，自己立刻压上去，对着魏无羡又是一阵疯狂亲吻，两人身上似火烧般的燥热，不停地在对方身上摸索。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更多完整版小说，感受望羡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。